蒲公英大家呢都很熟悉了，经常长在路边或者是田野里，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野菜，对调理身体有很大帮助。如果能将蒲公英和一些食物搭配，养生效果会更好哦。蒲公英和枸杞搭配，蒲公英味苦性寒，可以入肝经、胃经，具有养肝护肝、健脾和胃的功效。而枸杞中呢含有枸杞多糖，有清肝明目、滋养肾脏的作用。经常吃能够提高肾脏功能，补充肾阳。而且呢，枸杞属于温性食物，能中和蒲公英的寒性，养生效果非常好。蒲公英和玫瑰花搭配，玫瑰花药用价值也很高，具有疏肝解郁、美容养颜的功效。而蒲公英呢，也有很好的排肝毒、降肝火的作用，所以呢，将两者搭配，能够更好的帮助养护肝脏，增强肝脏功能，对身体大有益处。蒲公英虽然好，但是呢，体质虚寒、血压低的人是不适合吃蒲公英的，大家要多注意。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侃侃养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女人乳腺增生先别慌，多吃这2种食物，疏通乳腺，减少增生。第一种，鱼腥草。鱼腥草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鱼腥草不仅是一种很好的药材，也可以作为食材来食用。其实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它的味道，但是呢，鱼腥草有很好的抗菌消炎、除痛消肿的功效。女性朋友经常吃，不仅可以帮助疏肝理气、促进血液循环，对乳腺增生也有很好的疏通作用。第二种，蒲公英。蒲公英在春天的时候很常见，我们可以经常用蒲公英泡茶喝。蒲公英的营养价值很高，有很好的通乳散结的作用。大家可以将蒲公英晒干，然后用来泡茶，经常喝，对乳腺增生的疏通也有很好的效果。女性朋友如果经常出现乳腺增生的情况，最好及时的进行调理。除了吃一些疏通乳腺的食物外，大家平时呢还可以多运动，保持乐观的心态，少生气，这样对乳腺增生的恢复也有一定的帮助。由于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所以很多女性都是身心疲惫的，所以经常会去按摩来放松身体。但你知道，女人身上有2个敏感的部位，最好不要乱碰，自己也要少摸。这2个地方就是腰部和肚脐。腰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腰部的2侧是肾脏的所在，而且我们运动的时候也要用腰部来支撑。那女性来月经时，很多人呢也会出现腰酸、腰痛的情况，所以腰部这里是不适合经常按摩的，不然容易给身体带来伤害。女性朋友要注意。肚脐，女性朋友也不要乱碰，因为肚脐这里的脂肪层比较薄，如果经常按压或者是用手去抠，很容易使脂肪层破坏，导致细菌感染，出现腹痛、腹泻等不适症状，对健康不利。所以最好也不要让别人碰，自己也尽量少摸。女性朋友要学会保护自己，虽然偶尔按摩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上面这2个地方就尽量不要碰了，这样对健康才有。男性喜欢提肛，原来有3个好处，若你也做，身体不会太差。好处1，缓解痔疮。有痔疮和经常便秘的男性可以常做提肛运动，因为痔疮是因为肛门血液回流不畅引起的。那提肛动作可以帮助局部静脉回流通畅，对缓解痔疮有很好的效果。好处2，减少前列腺疾病。前列腺疾病是很多男性都担心的，如果能坚持做提肛动作，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回流，对前列腺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减少前列腺疾病的发生几率。好处3，延缓衰老。提肛运动也可以很好的锻炼到腿部。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所以男性朋友坚持做这个动作，大腿部位会得到很好的锻炼，也能够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做的太多，每天做30到50个即可，而且做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不然对身体健康也不利。其实脑梗并不是突然的，身体其实早就发出了信号，只是很多人都忽视了。中老年朋友如果在晨起或者是饭后经常出现手麻或者是其他活动障碍的情况，就要多加注意了，很可能是脑梗的前兆，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如果想要预防脑梗，饭后有2件事劝你少做。饭后马上睡觉。很多老年朋友吃完饭后会出现犯困的情况，这时就会选择在沙发上或者是床上睡一觉。如果饭后马上睡觉，身体代谢速度会变慢，
导致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这样很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从而诱发脑梗。饭后马上吸烟。因为人在吃完饭后血液流速比较快，如果立即吸烟会让人心跳加速，增加脑梗的风险。而且饭后吸烟的危害要比平时吸10支烟的危害还大。那脑梗并不是毫无征兆的，身体总会给我们一些提示，所以当出现手麻的情况时，大家不要以为是小事，尽早检查，以免对身体造成。日常生活中，大多男性追求的是强壮的身体，女性追求的是不老的容颜。其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穴位，那男人身上就有个强阳穴，女人身上有个不老穴，经常按一按对身体有很大好处。男人的强阳穴就是关元穴，关元穴在肚脐下3寸，大约4横指宽的位置，具有培元固本、补益下焦、强化壮阳的功效。按摩时可以用手指指腹按揉，每次按揉3到5分钟，感觉有酸胀为宜。每天睡前坚持按，可以帮助调节内分泌，让身体更加的强壮健康。女人的不老穴就是三阴交穴，这个穴位对女性来说很重要，在脚内踝尖上3寸，大约4横指宽的地方，具有调和气血、通经活络、调经止痛、补血养颜的功效。按摩时用拇指指腹按揉，左右交替按摩5分钟左右。这个穴位可以帮助女性维持年轻，延缓更年期，对调节月经也有很好的效果。上面这2个穴位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穴位，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不妨多按一按，对健康长寿。为什么我每天锻炼，体质还是很弱，病也没有少呢？首先可能是你运动的不合理。合理的运动包括运动的时间、运动的方式。很多人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运动，运动时间也没有合理的安排。运动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要根据自身的条件适当的增加。每天最好进行至少半小时以上的有氧运动，比如慢跑、游泳、快走、自行车等，每周5次以上才会有效果。那除了这个，还有一件事比运动还重要，大家可能没有注意。这件事就是补充营养。很多人只是单纯的运动，没有注意通过食物补充营养。如果营养不充足，很容易造成身体营养不良。中老年朋友平时要注意营养均衡、荤素搭配，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才能让体质越来越好。还有每顿饭吃7、8分饱就行，可以少食多餐，一天多吃几顿，这样对健康更有帮助。所以相对运动来说，身体补充营养更重要。只有这运动和补充营养相互结合，身体才会越来。这样做10分钟，补肝肾、通气血、安心神，1整年健康不用愁。动作1：端坐在垫子上，两脚脚心相对，腰背挺直，用双手抓住脚尖儿，膝盖尽量的贴向地面，然后双腿有节奏的上下摆动。每天练习10分钟，这个动作有很好的疏通经络气血、排毒的效果，经常练习对身体有好处。动作2：这个动作比较简单，就是盘腿静坐，相信大家都会。那全身放松，两手放在膝盖上，这样静坐10分钟，有很好的静心安神的作用。坚持下去，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动作3：也是坐在垫子上，将两腿向左右两侧分开，腿部伸直，脚尖回勾，然后弯下腰，用双手尽量的去抓左右脚的脚趾，这样坚持1分钟，回到原位再做。每天练习10分钟，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肝经和肾经，有很好的补益肝肾的作用。秋天是养生的好时候，大家不妨坚持做做上面这3个小动作，有很好的强身健体的效果哦。俗话说，人老脚先衰，养生先养脚。其实，在我们脚上有个长寿穴，每天按一按，可以达到养生防病的作用。这个养生穴位就是涌泉穴。涌泉穴在我们脚底，找穴位时将脚蜷起来，脚前面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是足少阳肾经的穴位。我们按摩这里时，可以每天睡前洗完脚，坐在床上，将一只脚放在另一条腿上，脚心朝上，然后用拇指的指腹进行搓揉。
稍微的用些力气，这样反复的按摩3到5分钟，直到脚心发热为止。也可以用我们的大鱼际处进行搓摩，经常这样刺激涌泉穴，可以帮助疏通血脉，保护心血管，而且还有调控血压的作用，能够让身体新陈代谢变快，对排毒有帮助。如果能坚持按摩，还能够改善睡眠，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养生用，大家不妨试一试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吧。